有句话讲，有七情六欲的教人，没七情六欲的教物。能控制自己七情六欲的叫人物。人要率性，但绝对不可以任性。率性就是顺自然。人都有七情六欲，没有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过分压抑自己，最后就是伪君子，道貌岸然，一肚子坏主意。因为你压抑你自己，这不自然。如果你被七情六欲控制，你就会变成疯魔状态，无法自拔。而如果你迷失在七情六欲中，你就会产生混乱，分不清主次。因为你的人生除了七情六欲，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儿。如果你憎恨七情六欲，那你就会陷入到矛盾中，因为你摆脱不了它。而最正确的方法就是懂得经历七情六欲，来了就品，品了不执着，走了不送。这个时候你就懂得把七情六欲和真正的你分开，这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很多人错误地把人生都用来和七情六欲做斗争，最终打败的是自己。七情指七种感情和心理状态，六欲指六种感觉器官所产生的刺激和欲望。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经为七情。七情变化一般属于正常的心理活动，但如变化过大，可导致气机失常，内脏功能失调。故《上清经》说，六欲勿尽，七情宜除。人本身是没有疾病的，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自己的七情六欲造成的。七情是养生术语，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是这么记载的：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所以说养生一定要注意人的情感变化。情绪变化过度，或者是持续的时间太长，人的脏腑气血就会失调，从而经络受阻。一个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有一点点的开心，有一点点的生气，有一点点悲伤和有一点点恐惧，都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只有太过了，才会影响身体。情绪的波动是会影响体内阳气的运行，各种不同的波动对阳气运行轨迹的影响不同。《黄帝内经·举痛论》是这么说的：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悲则气消，忧则气聚，思则气结。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境界，就是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怒则气上。人一旦发怒，阳气就往上，气者大怒则行气绝，而血脘于上，使人饱觉。人在大怒的时候，会导致阳气运行紊乱，使人身体正常的协调关系遭到破坏，血液就会随着阳气上溢而淤积在头部，使人发生昏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人在发怒的时候脸红脖子粗，就是因为血气上逆的缘故。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词，
怒发冲冠，发为血之余，就是身体多了的血就会生成头发。那么人在生气的时候，血气往头上冲，因为发和血是同类，所以血冲上了头发就立起来了，把戴的帽子也撑起来。当然这是一种很夸张的形容，但这个词的出现却代表了在古代社会里面，中医很普及这种情况。大怒会导致一些急性病，如中风和脑出血，因为血气冲头，脑部平时有淤积的血管就容易破裂，形成脑出血。还有血气突然冲头，平时很虚弱的人，下面突然虚了，阴阳之气不能顺接，就会晕倒，寒邪趁机进入下面，就形成手足不能动的偏瘫。三国演义中诸葛亮3起周瑜致死，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重病期间人体很虚，最后一丝阳气停留在肾，如果这时败家子出现了，说了很多气话，老人家大怒，那最后一丝阳气也会往上走，这时就会出现回光返照，最后一丝真阳浮表，脸色变红，最后阳气走了，人就去世了。因此在病人很虚弱的时候，或者做完手术后，为了病人身体的正常恢复，不要说令病人情绪很激动的话，平常人生气是会伤到肝胆的，特别是生闷气的人，很容易造成肝气郁结。怒这种情绪其实分为2个过程。第一个阶段，你的肝气郁结，当你为了一件事情而生气的时候，首先身体会很激动，于是肝气就立刻郁结起来。第2阶段就是发泄，当肝脏发现自己的经络郁结起来，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郁结冲开，所以他的气就会往上冲，同时人的情绪就会通过语言、表情、动作等发泄出来。像那些生闷气的人，他的怒只停留在第1个阶段，没有了第2个阶段，所以他郁起来的气就无法松开。如果偶然肝气郁结，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身体会自动调理。人在睡觉时，身体会自动清除一些能清除的负面情绪，那么这些郁起来的气可能就通过身体排气的形式出来。例如有些人本来感觉很郁闷，但睡了一觉或者自己拍打按摩一些穴位以后，打了一个嗝，放了一个屁以后，就感觉很舒服。虽然人体有自动清除的能力，但如果经常生闷气，清除的能力可能不够快速，那么肝气郁结就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出现胸肋苦满、默默不欲食、郁呕、口苦口干的情况出现。这是因为肝气不顺，胆气上逆。此外，肝胆的问题常常带有肠胃方面的症状，因为肝胆是木，肠胃是土，木克土，所以一些人一生气就肚子胀拉肚子的人，是肝胆有问题。疏解一下肝气，就不会这么容易肚子胀了。所以有很多人长期的胃病，或多或少也是肝胆有问题而导致一直反反复复。因此中医治疗胃的时候，往往在巩固土的同时，会加一些疏肝的药下去，病人就好得很快。
二，喜则气缓，人一旦过喜，气就会缓下来。你遇到喜事的时候，会感觉身体放松，情绪舒畅，精神松懈，这有益于身心。如果过度，就会神不守舍，心气涣散。因为心主神明，喜反映着心气的变化活动。你看小孩子经常一开心就得意忘形，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神灵不清，然后就挨父母揍，一哭就被打回原形。淡淡的喜悦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黄帝内经》言：喜则气和之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当人有喜悦感的时候，全身的阳气运行会很通畅。原来有些郁结的地方，原来有些气行不顺的地方，都会一下子变得顺畅。以前堆积起来的郁闷一下子消除了。所以阳气运行起来不疾不徐。注意中医说的缓，不是缓慢的缓，而是缓和的缓，是那种不疾不徐的状态。阳气一旦通畅，就能更好地滋润皮肤。所以有一句话笑一笑，10年少。常常保持喜悦感的人，不但保持身体健康，还可以看起来更加年轻。有些人说常常笑的人会有很多皱纹，其实不是这样的。皱纹的形成是肌肉松弛了，阳气不足以到达面部，所以不能运输血气和水分上去。长久没有血气和水的滋润以及阳气的温煦，皮肤就会变得干枯，出现皱纹。举个例子，小孩子即使笑很多，他们也不会出现皱纹，因为他们阳气充足。但开心过头了，对心脏就有伤害了。比如有些人听到自己中了彩票，一时开心过头就晕过去了。任何情绪太过了，都会伤害到自己身体的。太开心了，气机就不是缓和了，而是缓慢了。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有时我们大笑过后，或者很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更加有斗志去做一件事情，反而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这就是气机缓慢下来的时候，人出现的一种懈怠的状态。3. 恐则气下，恐惧会导致人的阳气往下行。恐惧的人会造成肾脏会有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讲？这个恐有几种解释。正常的人肺气是下降到肾脏，那你现在恐呢就害怕，那肺气就下不来，肺气就会回逆吗？那本来是应该气往下走，现在回去气下不来，因为没有阳气来推动它，阴就会累积，肚子会胀起来，恐日久了伤到肾脏。有些人被吓到之后会脸色苍白，因为脸上的血气往下走了。有些人会被吓得大小便失禁，因为阳气往下。如果人下方阳气虚，收不住尿道和肛门，阳气就会带着排泄物从肛门和尿道出来。这种情况老人偏多，因为老人阳气虚，肾的作用是收藏住人的精气，以便人身体发育、骨髓形成和房事时使用。但是当人一旦受到过度的恐惧，阳气往下行，导致大小便失禁，
其实连肾中的精气也会随着大小便出去，所以肾脏的精气就少了。有些很虚弱的人，或者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们大小便失禁的同时，把肾中所有精气都排出去了，所以就出现有人被吓死的例子。不要以为只是突然间的恐吓才会伤到肾脏。当一个人受到恐吓，也许他们没有被吓得大小便失禁那么厉害，但肾中有小部分精气也会在不自觉中排出，因为他们肾中小部分精气会渗进大小便那里，随着他们正常去厕所的时候排出。如果长期处于恐惧害怕的环境之中，肾中精气就会逐渐地泄出，所以长期恐惧害怕的人脸色苍白，精神不振。一方面因为恐则气下，血气没有上眼部，另一方面则是长期恐惧，精气逐渐泄出，人精气不足，所以精神没有精气的支撑，也会萎靡不振。4. 悲则气消。悲伤对人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有一些人遇到一些极其痛苦的事情，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或者亲人逝世，可能会在悲伤中持续很长的时间。《黄帝内经》讲到悲则气消，一个人在悲伤的情绪中，他的阳气会消散掉。长时间的悲伤和那种哭得死去活来的悲痛都很容易导致阳虚，身体的抵抗力变得特别的脆弱。比如说我们常常见平素就有些虚弱的人，可能哭着哭着哭着就晕过去。再比如长期处在悲伤状态的病人，病情是不那么容易恢复的，因为阳气一直被悲伤的情绪消耗着，阳气不回，病就难好。悲伤还会伤害肺脏，因为人在悲伤的时候，肺气就会立刻收紧，肺气无法通调，一些浑浊的气体和一些平时的痰饮就无法排出去。长期那样，肺气越积越多，肺气越收越紧，就会导致肺脏的病变。我们也曾听过许多可能因为亲人的离世，悲痛过度几个月或者1-2年后，自己也因病去世这样的一些案例。因为阳气消耗太过，邪气排不出体外，在体内积累了之后，从而就生出了致命的疾病。如果人过度的悲伤，就会导致肺内阴阳的失调。肺内阴阳失调会向2个方向去发展。第一是向热的方向，因为悲伤的情绪也一直堆积，情志化火，肝火就上来了。那肝火上来以后的话，就木火行金，肺就会出现热症。内肺本身呢也会出现热症，比如说我们情志化火以后，肝火可以直接的灼伤肺阴，肺阴会越来越不足，人体则会出现各种虚热的一个表现。那第二呢，肺也可能向凉的方向发展。过度的悲伤导致肺气郁滞，无法输布阳气，就会出现怕冷、咳嗽、咳痰等等症状。那么它这个咳出的痰是白颜色的，这说明肺里面有寒饮。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及时的调理。5. 思则气结。思多虑的人，他的精神是绝对是承载不了的。
死伤脾，脾胃出了问题很难恢复。脾胃是纯情绪器官，脾胃越弱，情绪越差，情绪越差，脾胃越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自身胆小，一惊一乍，疑神疑鬼，灾难化思维，直到最后惊恐发作，变成一个敏感多疑的人，活不好自己，也爱不好他人。所以调理你的脾胃也要刻意的去训练，转念少思。人一旦思虑过度，气就会结在一起，因为人体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思考的事情上面，所以阳气会集中供应到大脑。因为阳气的长时间集中供应，所以很多阳气就停留在大脑，日积月累，阳气就结在那里。阳气结在大脑，一个很大的坏处是失眠。很多人有这种经历，一旦有一段时间想太多东西，脑力活动过于频繁，那么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大脑会不自觉想东西，浮想联翩，甚至追古溯今，什么都浮现大脑里，结果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即使睡着了，脑袋也不断地做梦，就是因为阳气结在大脑，心神无法下潜渗水导致的。人在思考东西的时候，脾胃的运化消化能力是降低的，因为阳气集中供应到了大脑，脾胃长时间在那种动力不足的工作环境中，就会消耗脾胃本身的元气。所以很多经常思考、爱思考或者被迫思考问题的人，脾胃都很差。大家可以想想一下高三那段刻苦学习思考的阶段，那时脾胃功能是否变差，有时甚至不想吃饭，或者即使能吃，也会感觉身体有种虚弱的感觉。因为脾胃是人后天气的根源，它通过消化食物，化生出帮助支撑人精神和日常活动的后天之气。所以人体有很大部分阳气是靠脾胃化生出来的，而且脾胃还要把食物的精华分类，根据各个脏腑需要的营养不同而分类，然后供给它们。所以长期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会面黄肌瘦，容易疲乏，经常生病。这不仅因为阳气虚，而且因为五脏失养。因此要做到劳逸结合，思考问题的时间不要过长，中途歇一歇，完全放松下来，不要在一个问题上一直死磕，这样对身体是有害的。6. 惊则气乱。惊和恐常常联系在一起，但是惊主要是惊动心神导致不安，如惊心动魄等词，而恐更多的是恐惧害怕。所以突然的惊吓，人就会心神不定，无法安心下来想东西，这就会导致气机混乱。这时候摸他们的脉搏也会跳得很乱的，整个人和思想都进入了一种乱糟糟的状态。经常的气机混乱很容易造成淤血的形成，也导致阳气无法正常待在皮肤保卫身体。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小孩子特别容易受到惊吓，受到惊吓后会夜间啼哭，甚至有些张皇失措的样子，这就是惊扰了心神，心神无法安定，
可以给少量福神粉他们吃。七，忧则气聚。最后一个是忧，忧虑是心智无法与现实平衡时出现的情绪。忧是担心坏事要发生，虑是期待好事要发生，这都是心里面想着未来，但现实中未来还没有到来的一种矛盾。我们的心只能对当下面前的事情进行处理。如果心想着未来或者远处的事情，心就会因为无法处理而进入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所以就有忧虑的情绪发生。忧虑的时候，气就汇聚起来，本来身体阳气散布开来保卫身体的，现在聚起来了，就会引起身体表面阳虚，容易生病，常年在这种忧虑中度过，还会肝气郁结，对肝和脾胃都不好。七情六欲是伤害身体的一把无形的杀手。当我们的七情六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首先伤的就是我们的心神。那么心神伤了以后，我们的五脏六腑就随着心神而波动或下降，所以身体也会遭受到巨大的伤害。比如你生气，你生气了以后，你就晦气的吃不下，那么它对胃又造成了伤害。你生气了，你就晦气的发抖，对我们的肝脏就有伤害。有的人生气了以后，就把自己相当于自残一样的，不吃不喝不睡，那你对身体的所有的伤害都有。所以说，七情六欲是伤害身体的一把无形的杀手，用药是治不好的。为什么七情六欲我们称为心病？心病还需心来医，所以要靠自身去调节。我们如果控制不了七情六欲，实际上就是你的心不够静。如果说你能把心静下来，把七情六欲能够收起来，你就解决了长寿的一半的问题。记住我说的这句话，百病皆生于气，医病先医心。情绪就是气，气需要自然的流动，而内在的气机紧张、纠结、压抑都会反映在身体上。你存留的越久，反应就越严重。特别是女性更要记住，中医里边有讲过，暴躁会留在子宫，郁闷会留在乳腺，委屈会留在肠胃，压力会存在于背部。而人体80%的问题都是来源于这些负面情绪。痛苦本身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能量场，它是我们过去未被合理表达或者积累下来的负面情绪的能量场。负面情绪它就好像一个会成长的定时炸弹，在它没启动的时候，一切相安无事。一旦外界的事情不顺利，或者是有相关的人事物激活了它的时候，就会开启倒计时。所以我们在平时要积极合理的把负面情绪及时宣泄掉。情绪对于身体的伤害远超你的想象，而且人真的会被气死。为什么说心平能御3000疾？正所谓心若安恬，万般自在，抛却世间的纷扰还有喧嚣，静以修身，静以养心，静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因为静下来，遇事就不慌张，静下来，生活就过顺了，静下来，福气自然就到了。不争是慈悲，不变是制衡。情绪是直接连着人的精神，
所以说，情绪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可以佐证人们学佛修行是对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万病心中生，万境心中起，养生之道在养心。现代人养生的方式多种多样，数不胜数，但是却忘了养生不如养心。最好的养生是内心慈悲。中庸里讲，修身一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一个有道之人，慈悲的人，定然福寿安康。真正的善待自己，是心生慈悲，心怀慈悲，保持心地纯善，身心能量自然充满。在这个意义上，慈悲就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一颗觉醒的慈悲心，能让我们的身体远离喜怒忧思悲恐惊。有人说，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是我们懂得痛苦的根源，懂得每个人在生命不同阶段做人做事背后的原因，懂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生命的运行规律和因果规律在践行的真相，懂得我们生而为人，要去承担生命的功课，而后产生的那份通透、平等、抽离和智慧。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我们都知道善良有一个对立面，或者说反义词是恶，但是慈悲我们却很难找出它的反义词。因为慈悲是接纳一切，是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天地万物的孩子，本是同根生相扰和太极。慈悲是我们赞叹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高贵，是庆幸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不羡慕，不嘲讽，不分别。因为生命最高贵的就是如我所示，如他所示，如生命所示。这是天地的慈悲，让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生命轨迹去践行自己的功课。所以慈悲的第一步就是做到对自己慈悲。我们尊重自己，欣赏自己，爱护自己。真正的慈悲不是要惩恶扬善，不是要我们轰轰烈烈，而是这世间的一切，包括对我们自己，我们都能无条件的接纳。不管此刻我们起了什么心念，我们都慈悲地知道它的原因，它的来处。我们不带评价，不带否定，不带批判，全然的接纳，允许自己呈现生命信息带来的各种境界。这就是慈悲。用在生活中，就是当有人正在遭受痛苦和烦恼，或者升起激烈的情绪，而我们不再带有评判，也不仅是为他感到难过和同情，还有明了他们痛苦之后的原因，知道他为何受苦的那份清醒和慈悲。当有人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说了和做了让我们不悦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已然不会在其中再受到伤害。因为慈悲，因为知道他们此刻起了恶的信念，说了不善的语言和行为，最大的伤害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不会再对此产生链接，也不会再让自己产生相应的恶念，让彼此同时沉沦，苦上加苦。这就是慈悲。
没有慈悲就谈不上修行。一念清净而生智慧，智慧生其本心慈悲，慈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我们的心量有多大，我们获得的能量就有多大。一个人如果慈悲心常在，他的心量也能像宇宙一样博大，他就能拥有无坚不摧的巨大的能量。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放下执念的时候，就是他内心升起慈悲的时候。01，人有了慈悲之心，就会变得宽和。一个慈悲的人从不斤斤计较，他们总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为对方开脱。被别人冒犯，情绪也不容易走极端，他们能容忍，能谅人，内心常常处于安宁的状态。近代著名养生家葛洪云，长期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身安静，灾害不干。内心安宁的人，身体更少出现问题，因为情绪稳定，不会大起大落，所以气血就不会停止。他们敞开心扉，宽恕了别人，把愤怒、焦虑、恐惧都放出去，气血自然通畅无碍。正所谓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宽恕才是最好的药方。02，人有了慈悲之心，就会懂得感恩。父母养育我们，不是理所应当，我们要懂得感恩。自然万物供我们取用，也不是理所当然，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享受的是自然的赠予。世界不是围绕着我们转动的，明白了这一点，人才会有谦卑之心，才会懂得感恩别人的赠予。不懂感恩的人，总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他们不懂谦卑，总是狂妄自大，所求无度，贪婪狂妄。周润发、邵逸夫、比尔盖茨这些富豪们正是因为懂得感恩，所以才会选择裸捐。所有人都在苛求财富，他们却选择把财富还给公益。感恩大众，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占有了财富，反而谦卑地面对世界。他们内心没有贪婪郁结，反而活得简单通透。黄帝内经有言：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者，得权而不危，所求无度。不懂感恩的人已经丧失了德行，迟早要遭受祸患。03，人有了慈悲之心，就会变得善良。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说道：夫养性者，信自为善，信即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境也。保持善良，百病不侵，才是养生的大道。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内心的快乐，物质的富足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内心的快乐和富足。现代医学也认为，快乐的精神状态可以让人的免疫力大幅提高，增强抗病能力，利于治病防病。有一个仁慈善良的心，能让人收获快乐，它让人长寿，是健康的源泉。孙思邈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一个人不讲究品德修养，即便服用灵丹琼浆，也无法延年益寿。最好的养生是养心，养一颗慈悲的心，心怀慈悲之人，以爱待人，宽容仁厚，不益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才能长寿。真正的养生是去感受自己。01，健康就是平常，还有中和。整个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交响乐，跟天地这个大的交响乐一起走，走得平常中和，这是健康的标准。生病了，其实就是该老天踢出去了。所以病在古代叫做失常，病因叫失节或者失事。那什么叫健康呢？健康就是常。健康不是说你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什么的，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肌力多少，心跳多少。常是什么东西？与自己，与社会，与这个大千世界处在相对和谐的关系中，能跟着自然的节奏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天气热，别人都出汗，你也能出汗。别人走2个小时不累，你也能走得动。但如果别人都怕了，你还觉得热；别人都困了，你半夜3点还睡不着觉，其实已经开始跟不上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健康的，这已经病得不轻了。中医眼中的病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病，神散，神不定，注意力不集中，这是一种敏感，容易被外界引动，动心、动情、动欲，自控力差，这是第二种。平常生活中睡不好，易惊醒，怕吵，怕黑，怕鬼，这是神弱。神病严重了，形神分离，心口不一，表里冲突，你跟自己不在一起了，言不由衷，甚至喜怒哀乐发不出来，或者发之太过。比如说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属于太过，目的就是渲染，挑动情感爆发，制造痴迷粉丝，容易乱神。还有不急，你该高兴的时候却要压抑一下，习惯了就真的高兴不起来了。太过不急都是失常，当其时而无其气，也是失常。该高兴的时候突然哭了，原本是伤心的，却强迫自己坚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是反常。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平常，还有中和。所以学了中医就知道，祝您天天平常是最大的祝福。有一个看病的诀窍，一个病，西医不知道是什么，中医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你也不知道怎么治的时候，怎么办？调肠。每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要问他的生活状态，吃喝拉撒睡，这才是中医看病的基本指标。吃得好吗？睡得好吗？动得好吗？拉得好吗？出汗正常吗？尤其是慢性病，把他的这些基础指标调到正常了，就意味着生机恢复，气机趋长，
这个时候，人体本来的生命力就能把这个病给化解掉。任何病都是这样。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有病就要根治，不停地治，一直治下去。因此病人甚至整个家庭会忘记正常的生活，没有运动，没有生活，没有娱乐，没有恋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紧张、焦虑地跟病魔做斗争。这是什么？失常。你的秋千正在被人为扰乱，甚至停摆。这种情况，即使你有资源，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也是没用的。一个人要康复，必须进入真实有序的正常生活中，与万物共沉浮、互交感的状态里，才能把病慢慢化掉。所以关于养生和调理，真正重要的是尽可能的去找让自己安心和舒服的状态。健康人也是这样，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与合适的人，以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这个就是养生。佛法里叫正行正业。02一切病先是神病。中医认为一切病先是神病，然后是气病，再到血病，最后才到形病。疾病先从生命无形的部分，即从精神、信息的层面开始出问题。第二个阶段到气的部分，能量格局和运行规律发生紊乱。第三个阶段到有形的疾病层面，很多人的病，其源头是某种很大的烦恼、很大的怨恨，或者很多他们无法解决的困惑。很多时候，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澄清、解决。为什么是到这么重视惭愧、反省、忏悔，先得觉察到自己错了，才有知非即离的可能。心念一转，神气也就转了，生命列车的方向也转了。当一个人的身体有大病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列车的方向错了很久了。但有一点一定要记得，信念随时有机会转回，信念一转，神气随时有机会修正。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内心状态、身心感受无知无觉，却指望通过吃一把绿豆、几根虫草就能改变很多。这个对简单轻灵的小鸡、小鸟还行，我们这么大、身心这么复杂的人，要靠它来改变，不那么容易。除非你是非常干净的肉体，非常清净的心灵，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否则一把绿豆是调不动你的，一包汤药也不太容易做到。《黄帝内经》里有一段对话，帝曰：行必血尽而功不立者何？皇帝问岐伯：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也耗干了，治疗就很难见效，这是为什么呀？岐伯曰：神不使也。病人的神气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医生也没有办法调动了。皇帝接着问：什么是神不使呢？岐伯回答：真实道也，精神不尽，志亦不至，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位不可复收，何者？事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迟坏，荣气未除，
故神去之而并不欲也。这一段话中，岐伯认为牧师那些治法不能万全的原因在于，病人处于形毕血尽的状态，精神不能发挥作用了，没有足够的精与气来确保正常的精神活动了，更不要说能够抵抗疾病了。关键在于人的嗜欲无穷，忧患不止，使精气迟坏，导致营气与胃气空虚，神去而不能使，各种治疗手段也就不能取效有功了。这段话大家慢慢玩味，为什么现在病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治？可以从这里找原因。一切的源头在于无形的思想、精神，然后才有了能量，然后才化生为物质。所有的病，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开始，都是这么来的。03，真正的养生是去感受自己。当一个人用自己的感受生活的时候，是从他的内心出发，原点是自己没有错位。现代人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去求一个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总是有很多远大的发展计划，一直思考，想得很遥远，或者关注一个明星，念念不忘，不停地看这个看那个，或者不停地讲话，不停地做事。我们以外物为原点，那就会失去对当下的自己和周围的感受。这个状态在中医叫什么呢？是形神分离。打坐安静的状态是什么呢？是《黄帝内经》说的形与神俱，或者身心合一。现在讲营养，要吃得好，早上一个蛋，晚上一顿肉，对不对呢？小时候我们都烧过炉子，炉火的大小决定了你应该往里面加多大的柴火，道理很简单吧？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就不明白这些道理呢？你的炉火明明很小很弱了，已经没有什么消化力了，烟道也都堵住了，大便不通，汗也不出，也没运动，你还吃牛排，还喝牛奶，只会增加肥料和堵塞，把炉火压灭。这些道理不需要通过学习医学知识就能明白，都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吃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有知有觉的去生活。吃了某个东西你感到不舒服，哪怕吃到第10次你才发现，也是有知有觉的开始。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不是去外面寻找一个外在的统一标准。所以在生活中要养成用心的习惯，去感受自己，观察自己，然后至少知道：一、吃了什么东西舒服，什么东西不舒服；二、跟谁在一起舒服，跟谁在一起不舒服；三、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会比较安心，或者反之，会睡不着，纠结和难过。生活中时时刻刻留意观察自己，就可以时时刻刻调整自己，这是真正的养生。04，调柔身心。黄帝内经对养生和养神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恬淡虚无，接近道家、佛家成就者的状态。恬是安静、安然的意思，带着放松的、微微的甜美。
而电视剧里常见的大喜大悲是相对偏执，诗中失守的状态不是一个平常的中和状态。这个甜如果换成甜极甘的意思，中药有一个原则叫做甘以缓之，意思是所有的药只要是甜的，比如甘草，就能让人的精神、身体的运转，包括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及态度柔和，缓和起来。现在很多病源自缺乏缓，比如神经衰弱、焦虑症、躁郁综合征等，都是这个时代常见的。其实是大家陷入了一种太快、太急了的精神心理生活状态。太急了，神就飘在外面，气机也浮动不定，既紧且乱，生理功能也就跟着失调了。但是什么意思呢？不那么在意，无可无不可，都可以。于是就有了很大的空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而不是有所期待，执着于目标，也没有想要控制局面，所求所想的少一点，有为的习性轻一点。佛法常说自尽其意，儒家讲思无邪，道家说未到日损，都在讲要简单一些，朴素一些。对身体差的人，我有个建议，不要学得太多太杂。现在不少人身心疲惫，但学习热情很高，什么中医、国学、身心灵样样都不放过，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是意最好不要动得太多。当身体弱的时候，神气是不容易收住的。从中医养生，从道家、佛家来说，修心都是第一位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像电子天平一样敏感，一个想法涌动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南怀瑾老师的书里常常提到，打坐做到比较细微的时候，你的一个念头，身体都会有变化，都会有感觉，那个时候自然就不敢乱动念了，乱想乱看就会不舒服。领悟经微感之力，虚己的功夫。人类的认知有两套模式，一是元神，另一个是识神。现代会用心或脑来指代，识神是逻辑思维、经验判断，偏于社会化，是由长期的后天教育、环境暗示、媒体引导，从外部世界加载而入，为我所用的认知模式。元神是指本能和直觉，中国文化里常常提到的心法悟性，比如书画、古琴、中医、武术的高阶，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物我一体，都是在直觉和本能的层面讲的。易经里有一句话，以无思也，无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中国古代的圣贤认为，对于天地万物、宇宙人生的真正认识，非思维所得，非有为可尽，乃是当心灵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与天地宇宙相交感的时候，自然而通达一切。通过传统的训练方法，静坐、站桩、太极，让我们慢慢学会不再过度依赖于五官和逻辑思维，用心直接就能体会当下的真实。
如果碰到某些课实在没意思，又不能离开，就坐在那里玩，放松下来，把手指轻轻放在足三里，放几十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玩的心态。玩是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字，不少东西是在放松的状态里无意中体会到的。太用力思考，太有目标，往往会错过。手指放在那里，刚开始没感觉，穴位下面凹凹瘪瘪的，这就是虚。放一会之后，就开始突的跳，精气一滞，气血开始感应了。过一会儿，它自己就会慢慢的开始起伏开合，它会不断蓄势，有时候会觉得下面有力在向上顶，而到一定时候，它会沿着胃经顺着小腿接通下去，通到脚脖子那儿，下不去了。为什么呢？那里是关节，这些地方不是太容易流通，而且容易存邪气，所以要打通关节。再放一会儿，它继续蓄势，通到脚底了。原来身体里的寒气、热气呼地出来了。当你的感知力越来越细微后，直接能够知道。我们在做艾灸的时候，比如艾灸膀胱经穴位，做到某个点，感觉穴位里就像有喷泉一样往上冲，像是把悬空的艾条顶起来的感觉。这种感觉说明事实，实则开，人体内部有多余的能量，自然会向外扩散。虚是什么感觉？艾灸旋在穴位上有被吸进去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如果自己足够放松，拿着艾条的手会自己动，病人后背的气场会在艾灸过程中变化，把你的手，其实是艾条，引导到身体需要的地方。这个状态常常发生在双方都很放松，艾灸师虚极忘我的状态。如果艾灸师心不定，注意力不集中，或者目的性太强，虽然专注，但执着用力，就感受不到这些了。针也是这样，学针灸可以常常空出1个小时，待在房间里给自己扎一针，扎上之后静心体会一下是什么感觉。以前说的像扔一块石头在池塘里，一层层的涟漪散播出去，自己身体哪里堵塞，哪里通力就慢慢知道了。当你虚静放松，没有那么多念头、思想、情感、欲望、计划和各种烦心事涌动围绕时，自己的心就像一面相对干净的镜子，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在那里，等着你来发现。静心体会自身己心，感受天地四季变化，花鸟鱼虫浮沉，一起神体互感，缘取诸物，尽取诸身，养生。答案在这里。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修一颗平常心。我祝你万事顺遂，健康快乐每一天。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
功德无量。